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叶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我老公结婚有20多年了，有2个孩子，我全职在家带孩子，但是我们之间总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产生了各种矛盾，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尊重和认可，这是让我最不能忍受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总会因为孩子闹矛盾。我特别爱孩子，但是我老婆总认为我是溺爱，在家里孩子什么都要听她的，我认为她对孩子过分严厉，这一点我也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刘先生48岁，来自广东职员；黄女士45岁，来自湖南，全职妈妈。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主持人好。哎呀，老师好。好，您是让人特别钦佩的。谢谢。你看啊，资料上面说45岁，对吧？大高龄产妇，小闺女今年才3岁，这厉害了。这是赶时髦是吧？这么拼吗？是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孩子。哦，你喜欢孩子是吧？对。这个老大是儿子是吧？对。儿子已经19岁了。对。那你们结婚得至少20年？25年了。25年。对。资料上面写的是全职妈妈，是指生完2宝之后才全职的是吧？还是一直全职？一直全职。啊，那你厉害呀！这么高危的职业做了25年。没办法，因为他爸爸经常出差，然后孩子这块就必须要靠我。就是做了25年全职太太，最关键是还做了20多年之后还敢再拼一个2宝，你当时想生吗？不想，是意外的吧？因为第一个孩子跟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就太难了是吧？对，太难了。行吧。其实我跟我老公就是也算是有地域的原因，然后双方父母也不同意。其实刚开始结婚那会儿，之前没孩子之前，我还是很幸福的，我老公也是很宠我，也很尊重我的。但是随着孩子的降生，问题就慢慢来了。之前我是有上班的，因为我没老人带嘛，就是全部靠我来带。我也是一个新手妈妈，很多不懂。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是我也照顾到我老公，就怕他太辛苦，我就跟他分房睡了，就全部一个人承担，不管孩子的教育，然后生活，我每天要带着孩子去买菜煮饭，只要他在家，他就帮孩子一切包办，帮孩子穿衣服啦，然后就是穿裤子、鞋子这种毫无底线的宠爱。然后孩子慢慢长大，我也希望孩子就是说学一些最基本的自理能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来，但是他爸爸不肯。他爸说：“为什么你什么都让孩子来自己做呢？难道你不应该帮他做吗？”因为我经常出差在外，回家也不容易，有的时候2、3个月回来一趟，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平时多抱抱孩子啊，多亲亲孩子啊，给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帮他系一下鞋带啊，还有就是，孩子也比较小时候，特别是大宝的时候，他也比较瘦弱。小时候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觉得他吃饭量不大，我就经常给他吃完之后他觉得饱了，然后我再给他喂一点，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我平时因为我也不在家，然后我一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对小孩子特别的严格，就如果是小孩有一点不听他的，他就会吼啊骂呀，所以说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作为我一个这么爱孩子的人，我觉得应该孩子是在爱中成长的，不是。你也不爱孩子，你就是理论上爱，因为实际上面陪伴很少嘛。对，2、3个月才回一趟家嘛。但是我能理解这个里面，他的别扭在什么？你是一个要赎还的心理，因为不能陪嘛。对。所以我要放开一些嘛。是的。你是一个是塑造孩子，另外有一些脾气也是针对这个男人的。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哪个妻子都丈夫2、3个月不回家，心里都有点别扭嘛。
对吧？虽然是工作需要啊，客观需要，这个都能理解，都能理解。比方说，就是孩子有时候吃饭啊，然后就是孩子就不想吃，我就要求孩子，我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该吃饭，不吃饭的话就下一餐再吃，就不可以吃任何零食。他爸爸就是当着孩子面就会对我发火，说你怎么会这样回事啊？一点都不疼孩子，喂一下孩子怎么了？他不想吃你就喂他呀。而且当着孩子面说，你只知道啰里吧嗦的，只知道凶孩子。因为传统的观念，老人家都是这样的，孩子一定是要喂大的，如果完全靠他自己去吃，你们俩的核心并不在这儿。他现在投诉你的问题是什么？是在孩子面前你没有给予我尊重和权威，投诉的是这个吧？是的，并不是这个方式嘛。就是你当着孩子去这样呵斥自己的妻子，你想在孩子的心里是一个什么印象？我妈、我爸不在的时候有个权威啊，怎么突然这个回来以后是这样了？孩子就因为爸爸特别溺爱他，然后我说他的时候，他就特别的不听，特别经常顶嘴。你知不知道爸爸就烦你，我也烦你，你一点都不疼我，什么都不帮我做，什么都是爸爸来帮我做，我讨厌你。你又不挣钱，天天在家里什么都做不好，连照顾我也照顾不好。最气的有一点是，有一次我老公出差，然后因为孩子半夜生病了，发烧，我带孩子去医院，然后我打电话给我老公说了，我当时是跑上跑下的跟孩子挂急诊，跟孩子打吊针。你知道我老公当时是很着急，很关心孩子，关心完以后，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呀？他说你怎么回事儿？你在家里就做这么一点小事儿，你都做不好。只是照顾孩子，你都能把孩子照顾生病，孩子经常生病，你怎么照顾的呀？天天你又不用赚钱，又不用一点压力，就做一点家务事儿，就照顾一下小孩儿。你当时我听到我这个心呐，你知道吧，就凉到底了。在外面嘛，比较担心家里，也照顾不到他们。如果是一旦听到孩子生病啊，经常生病啊，或者是哪磕到哪碰到啊，作为一个父亲是非常的紧张，那个情绪上面会有爆发点，然后就导致会这样。理解，就是并不想那么说，但是那个环境下控制不住。对吧？是的。自从小宝出来以后，当初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但是控制不住啊，就是那种孩子奴的这种心理是控制不住的。一旦孩子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立马就想到。你现在还用两地跑吗？还要出差吗？对，还要是吧？对。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别再出差了，您回来陪伴小宝成长一段，好多毛病都改了。其实我老公是很喜欢孩子，然后就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然后就希望我能生个二胎，他说这样大的也有个伴儿，但是我一直不同意。我一想到前面孩子这个教育成这个样子，我怕老二也出现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打算要。然后就是10多年以后就意外怀孕了嘛，意外怀孕以后我老公是特别开心的，但是我就不想要。然后他为了让我把这个二胎生下来，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保证。就是说，不会那么溺爱孩子了，就是孩子教育问题上也会尊重我。当时他妈妈也，就是我婆婆也跟我说，孩子来这个世界上，说明跟你是有缘分的。我当时我也是考虑了很久，还是就打算要这个孩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问一下，10年14、15岁的儿子，对他即将到来的妹妹或弟弟，他是个什么意见？当时你们问过他的意见吗？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有一点自私，他不喜欢有弟弟妹妹，他觉得就会分担他的爱。然后我们也跟他保证过，就是不会要二胎。当时有宝宝以后，我们不敢跟他说，就是孩子已经到4、5个月，他爸爸才跟他就是私下跟他沟通，才跟他说。当时孩子反应是很激烈的，是很伤心。他爸爸也跟他沟通了很久，然后他还是同意了。同意后，但是他对这个来的这个妹妹啊，也不是说很喜欢的那一种。这是一定的嘛？对。妻子不同意，口口声声说爱孩子，你说的爱孩子对吧？对。儿子也是您的孩子呀，儿子也是极力反对的，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成长这10几年都是一个人，他是没有那种兄弟姊妹的概念的。突然有一个这样的生命出现的时候，对他的心理的冲击和打击是极其之大的。对。妻子的感受你没有照顾，儿子的感受其实你也没有照顾，你是端了一盘热菜上桌就要给他们吃，在这个家里面好像你是以你自己的主观标准来定这个家庭的规则呀，你没有考虑家庭另外2个重要成员的需求啊。是的，这方面呢，有这方面原因，但是我觉得，
一个男人在家里作为一家之主，他有一些个人的意愿呢，一些愿望要达成的话，我觉得家里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好，哎，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咱直接说出来嘛。这家是我在供养，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想做的事儿怎么能做不成呢？对对，你直接说不就好了吗？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是个女儿奴，然后孩子出去他也不需要走路，孩子要什么买什么。但是他对我的态度上面就是觉得我花钱特别的厉害，他看不到就是这些花钱的地方，说我整天只知道问他要钱，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的。你直接说问题，来说吧。家庭这一块的开支这方面呢，确实是因为现在赚钱也不容易，然后我希望他能够节省一点开支。我这么问吧，你们家这财务制度是什么？就是我赚钱呢，交一部分生活费给他，就这样。那为什么不是你所有的钱都他管呢？他说他要应酬，对，要花的钱有很多地方要应酬啊，要什么的。因为他老是埋怨我说没有买房什么什么的。我说在深圳买房是相当难的，咱们租个房子也挺容易的，何必去冒那个去承担那个？所以实际就这25年来，这个全职太太在家里面是没有财权的，对吧？对，这才是问题的根结嘛。有些地方我也提醒过他，就是比方说有些时候该花的钱不要去花，比如说他因为经常带孩子嘛，可能身体方面操劳的比较多，身体方面也会有时不时有些头晕啊，有些不舒服的地方。我说你可以去做体检，但是没有必要1年做2次，因为那个体检费也蛮贵的。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我觉得在40岁左右的话，1年做1次就应该是足够的。最气的是，我每次做体检回来，他就是说，你看你每次就花钱去做体检，花那么多钱，你看你又没什么毛病，他就是这样的态度，你知道吧？在他意识里就是我要检查出问题了，理解，才是值得的，这个体检才做的值得。所以说其根儿就是在先生的心里没有把他这个全职太太的价值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评判，就是你对他的价值低估了。而且在你刚才那个谈话里面，我还听到了，就是你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房子，是吧？对对对，因为是在深圳生活。对，在深圳。在深圳多少年？26、7年了。对啊，你26、7年怎么会没买房子呢？当初吧，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职业的原因，当初的收入并不高，只够家庭的开支，然后把孩子养大。就差不多，深圳的教育如何的先进，如何的好，然后又说深圳的环境、气候什么的更适合孩子，因为2个孩子都在那边出生的嘛，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在深圳买房子。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个人收入支撑不了这个买房子。你看一个家庭的开支多大，还要养孩子啊，要我自己还有一些应酬，都需要花钱。你把你自己那些应酬先砍掉，开支就小了。对，你知道吧？其实因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好不容易接了一个大单子，你说他做了什么事儿啊？他就把这个大单子转让给别人做，然后自己跑去打麻将，转让给别人做，做的又不好，然后返工，钱也没赚到。其实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做好，钱也可以赚到。他觉得租房子很轻松，你看我也可以打麻将，我这些我也不用自己亲力亲劳的这种。打麻将是完全是应酬，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就是我把单子承包出去，转手出去，这也是我将来的一种发展方向，不可能全靠我一个人做，是吧？我可以转包出去了以后，可以做更多的活，是吧？这他就不理解，他就认为你看你把事情搞砸了，把事情钱也没赚到，还自己还搞得那么辛苦。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做一件事情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是肯定是有坎坷的。对的，这次我从这里跌倒了，我学到的经验是吧？下次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但是他就不理解，他总认为说，好好的钱不赚，去打麻将去干嘛的，就什么事都不管，结果把事情搞砸了。他这怨我。懂了，我都听懂了。其实如果我把它梳理起来，大概就是一句话就够了吧。一个合格的全职太太，碰到了一个不承认她价值的老公。这就是反差嘛，他今天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嘛。
他要的是让你发自内心的去承认他的价值，承认他对这个家庭的贡献。那我就想问嘛，你刚才说了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主人，对吧？对吧？男主人，对，想做一点事情，大家是应该满足他的，是你的话吗？对，没错。那我反问一句，一个家里面的女主人想做一点点事情，能不能被满足？可以啊，肯定可以。买房啊，嗯，嫁给你25年没查过你的账，你说打麻将就打麻将，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也听下来了，基本上就给你一个生活费嘛，对吧？对。然后您这个每隔2、3个月回趟家嘛，在家里休个假嘛，3、5天嘛，逗逗儿子嘛，惹完事儿之后，您又出去挣所谓的钱去了嘛，撂几个生活费嘛，儿子有人养有人带，回来之后有人给做好了饭，温暖着呢，对吧？情感投入算您投入了吧？就这么25年下来了，您想要2胎，人家就那么不想要，老婆不想要，儿子不想要，您不是也坚持要了吗？还是过这样的日子吗？人家就提了一个要求嘛。其实我听明白了嘛，那些都是扯嘛。你要尊重我才是核心嘛，对不对？认可我在这个家里的价值。他找不到这种价值认可的时候，他一定做一个价值转化。那我就提一个要求，你买一个房子嘛。从他转述你儿子的描述来说的话，在这个家里你没有认可过他，所以那小子才敢肆无忌惮地说，你又不挣钱，你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这是一定的。咋办呢？过了25年了，老二还那么小，就要一个尊重，要一个承认。而尊重和承认，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觉得女性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安全感，对吧？比如说，为什么一定要深圳买一套房子？也许是说，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挣了多少钱。买了个房子，至少这个房子放在这儿我踏实，哪怕我有些什么变化，带着女儿一起过，也算是个事儿，对吧？如果这个房子不买，你至少让我知道咱家到底有多少钱啊？您的买卖到底做得怎么样啊？对吧？我得知道啊，对吧？我是家里面能用的是多少钱？我作为主妇，我好规划一下啊。儿子19岁了，再过几年又要结婚了，10年之后要结婚了，对吧？给孩子要不要准备一些钱？可能妈妈想得多啊，我就这么想，是吧？我就这么胡思乱想一下，供您参考。更多的你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吗？好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叶文老师。我第一次听了先生这番话，才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贪玩说的那么的理直气壮和清新脱俗。哇，我在应酬，明明就是贪玩。然后我重点想问一下这个姐妹啊，女士，你怎么那么好满足呢？在这个婚姻当中，谁是获利者，谁是损失者？应该他是获利者吧？他太获利了。其实刚才他获得利，赵老师都已经说了，他想做的。他想要的，他全都要到了；他想满足的，他全都满足。比如说他自己的财务，他自己支配，他没有受婚姻的束缚。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婚姻，这他一个人赚的钱是2个人的，你居然他钱怎么用，赚多少钱你都不知道，他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的去使用，这跟没结婚有什么区别啊？他每个月给你一些生活费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自由。第二就是他想要几个孩子，就要几个孩子，而且他基本他除了出一点抚养费的话，其他的东西他都不用操心哎。而我们大家都是当爹妈的，我们都知道，除非一个人他实实在在的去养孩子，他付出精力、付出体力，那才叫真正的去爱孩子、养孩子。其他的算什么呀？光拿钱算什么呀，先生？你根本就不算对孩子好。所以刚才您说的那种养孩子的方式，在网上有一种说法，你知道吗？很难听，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叫诈尸式育儿。就平时我除了出点抚养费，我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我只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我逗逗猫、逗逗狗一样，我去稀罕我这个孩子去。其他平时孩子是教育啊、生病啊、吃喝拉撒呀、吃穿啊、冷暖啊什么的，这些我都是不管的，用不着我管，全都推到你的身上。这等于说抚养孩子绝大部分的重量全都压在妻子身上了。他好自由啊，他真的好自由。我觉得所有的已婚男人都会羡慕你先生，你已婚男人在婚姻当中获得的福利你全都获得了，但是已婚男人应该在婚姻当中承担的责任你全都逃掉了。然后呢，如果你站在他那个位置上，你觉得你这辈子亏不亏啊？人到半百，我连这到职场上去自由飞翔的滋味我都没有尝过，我在家里还让人看不起，不光让我的丈夫看不起，还让我的儿子看不起。你想过这是什么滋味吗？
还有你女士，你干嘛那么容易满足啊？人要知不足，然后才进步嘛，对不对？不多说了，多说人家说我挑唆，可是这是事实啊。女人呢，多爱自己一点会怎样？怎么就那么容易满足啊？我说好了，谢谢叶老师，谢谢老师山娜老师。这哪是全职太太呀？这就是一全职保姆，甚至连保姆都不如。1年365天，全年无休，一天24个小时，随时待命。保姆1个月还能休息2天呢，她能休息吗？你给予她半分的尊重了吗？你们家如果请一个阿姨，你敢跟她那么说话吗？你就是仗着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她不敢把你的孩子怎么样，所以你对她肆无忌惮，连经济大权都无法掌握，女人叫什么全职太太呀？真的是气死我了！但是我最生气的不是你，是你不顾一切的嫁给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为了这个男人牺牲，照顾他的衣食起居，照顾你们的孩子，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家奉献，到头来怎么样呢？连体检都要被说。你每天手心朝上管他要钱的时候，请问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你1年买过几身新衣服？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婚姻就早已经从了那种圈养型变成了合伙型的婚姻，经济要共担，责任要共担，风险也要共担。所以女人如果没有这个走出家门说干就干的能力，不要在家做全职主妇。为什么现在她敢这么对你？因为你离不开她，你走不出这个家门。性格决定命运，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如果想要像别的女人一样，像别的全职太太一样，你就要具备那个能力。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要抱怨，今天就不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只配过现在这样的生活，明白吗？谢谢山娜老师，陆琪老师。这25年你的行为是很不合逻辑的，就你状态。当你的大儿子在已经上了初中的时候，时间很充分，那个时候有想过出去工作吗？因为那时候孩子没住校，然后他中午要回来吃饭，就你从来没有过我想出去工作的想法？我有想过，但是我老公也不同意。他说你年龄大了，然后与社会都脱节了，然后你出去找工作也没那么好找了。反正他说，要不然你也照顾不到孩子，我们回来吃饭也没人煮饭，就这。他们真的有那么爱回来吃饭吗？孩子们，我的女儿每天中午都是在学校吃啊，学校变着花样做，1个月就是没多少钱的这个伙食费。你们的孩子真的中午非得要回来吃这个饭吗？你通过在家做饭来给自己制造价值，逼着孩子们中午回来吃这顿饭，来印证自己在这个家待着是有价值的。但你的丈夫对你的轻蔑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生活里头。当你在抱怨说这个男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打破你的日常照顾孩子、教育孩子的等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一切科学吗？对吗？你是在用什么样的经验在照顾2个孩子？你把2个孩子和自己关在这一个小城堡里。今天你的丈夫能够在这里很坦然，因为他知道你不具备离婚的能力。离婚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的，很有趣。虽然法律说每个公民都有自己选择这个婚姻结束还是继续的权利，但你没有。你没有是因为你根本生存不了。离婚之后，你一想到我1个孩子都带不走，离婚之后我连个夫妻共有财产都没有，所以你跟这个人谈什么条件啊？你要求他为你做什么改变啊？他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姑娘。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利用这个婚姻目前还活着，你的丈夫没有换掉你的一个过程里，赶快充实武装自己，能考的证考，能去学东西的地方学。不要觉得你的丈夫不会跑。谢谢米娜老师，我更觉得这个家庭像一个伪高中产，是被伪装起来的。他没有能力供养一个全职太太那种条件的家庭，只是可能因为圈子或其他的原因，在追求一种比较浮躁的东西。我看到的大概是这样。其实对你来说更是一个倒逼。你就想一个命题，
你说怎么办？你作为一个2个孩子的母亲，她失业了，她以后没有挣钱能力了，你咋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看，所以这就是你的可悲嘛，这也是你25年最可恨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让别人做全职太太，你要时刻给别人提供可以重新出去工作的机会，那是他的自由，他爱你，他为你做全职太太。他今天说我全职太太做累，我就想去职场，那你做的第一个反应要提供条件，让他重回职场啊。你得时刻让他保持鲜活的生活技能、学习技能，你得提醒啊。你都没有尽到这方面的义务，这是你可恨的地方。25年你废了一个人，他也自废嘛，你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OK 了。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公，我觉得如果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都觉得过不下去了。我希望你有所改变，得到你应有的尊重，但是你从来没看到过我的付出。我要求不高。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再走下去了。在这个就是这个婚姻当中啊，我其实刚开始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刚才通过各位老师点评老师的那个开导和疏通之后，我觉得有很多问题我们是这个家庭是有很多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好好的再走下去吧。谢谢2位请回，谢谢，谢谢2位请回，谢谢老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云 APP 添加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开通了直播，8点到10点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叶文老师，预测一下。我要预测，不如说我希望啊，我希望他们双出。因为先生最后呢表现出一种领悟的态度，希望他们双出。好，莎娜老师。他们只能双出，因为这个女孩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他，就如此不堪，她也走不了。陆琪老师，双出是肯定双出，我只希望这位太太能够再走出去一点吧。倪娜老师，还是离婚吧，然后再让先生以每个月5000到8000的费用请他回来照顾2个孩子的衣食住行。这样的话，他不就又挣到钱了，又得到安全感了，男人也有人带娃了，所以女士就别出了吧。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啊，所以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你看米娜老师一下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请开幕。别端着了，赶紧去吧。牵着手带到台中间。希望他那段话不是应景，而是发自内心。如果真的这样，那就太好了。希望他们幸福。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了2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对我特别好，特别有耐心，但是最近几次出去旅游的经历却让我很失望。我不知道我们还适不适合在一起。我感觉我的女朋友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她总是看不到我的优点，每天都在拼命的找我的缺点来说。一块出去玩本来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但是每次都会不欢而散，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张22岁，来自广东学生，有请。小刘20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同学是吗？嗯，对。对。大学同学。嗯。哦，谁追的谁？
我追了她。哦，现在好了多久了？快2年了吧。现在大几了？大3。也不要迟到。但是呢，他第2天起来之后，就是我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他不接，然后他就是睡过头了。为啥？没有啊，我也就是晚了一点点嘛，因为我们本来那一天是要去，就是打算下午去那一边的电玩城玩完之后晚上再去吃一个饭。本来约的是9点10点那样子吧，然后后面我就睡了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才起床，然后我起床之后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气啊。我就问你为啥你约的9点10点呢？你中午才起。我是觉得，因为本来就是周末嘛，放假好不容易放假，想睡个懒觉什么的。一开始约太早，我也不是很情愿，然后就是想往后拖一下。那你就直接告诉他12点钟见不就得了吗？对啊，但是他不情愿啊。但是你后面还是有答应我啊，你答应我的事情为什么就不做到呢？因为你一直那样说啊，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而且我骑晚了就骑晚了，他还要在那里生气啊，他一生气就生1-2个小时。本来骑晚了也就浪费个1-2个小时的时间吧，然后他一生气又生个1-2个小时，那玩的时间又少了。那也不能全怪我吧？你睡觉这个睡懒觉又不是1次2次，你几乎每次都这样。我们2个一起出去旅游，然后早上不是说好去看日出吗？然后我叫你起床，你又不起，然后你就说，哎呀，再多睡一会儿啊，反正又没那么快出来。结果我们到那里太阳都出来了，还看什么日出啊？那你回去睡觉就行了。旅游又不一定要看日出，我们看日落还不是一样的。那我感觉日出的意义就跟日落不一样。我就是我们打了2辆车，才把那个行李运到酒店去，才出去玩。你先别说我东西多，那每次出去旅游，我做攻略啊，然后订酒店、订高铁这些，你全部都让我来做，你自己就在旁边坐享其成。然后呢，我订的那些酒店啊或者高铁，你就开始说，哎呀，这个酒店不好，然后这个高铁时间又不对，那你又在那里讲。我也有跟你一块做计划吧，你就在旁边指手画脚，那叫跟我一起做吗？不是啊，那确实是啊。我们去过去玩，你说订一个早上出发，然后中午到的高铁不是刚刚好吗？然后你订一个下午出发，然后晚上到的高铁，晚上到完之后把行李送到酒店去之后，我们就没什么时间啦，1天就结束啦。要是早上出发，中午到的话，那不就多出半天的时间可以去玩多一点景点？你现在说这么多，当时为什么你不定？我是觉得他做那些计划不太好啊，然后我就跟他提了之后他又发脾气，每次他自个做计划他又推着我去做，然后做完之后他做完之后又觉得我没有做，在那里说我，然后我要是参与的话，他又说我只会指手画脚的。那初步那个攻略，然后呢，他就问我吃不吃，我当时就因为我的心都在手机上面，然后就没有怎么理他。他后面就把它吃完了，就不给我留啊。我觉得就是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为什么不给人留？我有问过他的，只是他没有理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走远，就是完全可以回去再买多一份啊。没有啊，就觉得你很不耐烦啊，因为你之前就是会把东西留给我吃，那现在啊就是吃完就吃完了，然后就说那就回去再买咯，就是这种很敷衍啊。那我觉得你可能不想吃嘛，或者吃饱了嘛。而且每次你都不愿意哄我，然后我生气了就在那里，然后你也不讲话了。那先不管别的，你要是想吃就再回去买一份不就好了？为什么这种也要生气？我就是要吃那个啊，就是不想回去。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
我想让他变成刚开始对我那样子。啊，那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幻想，你接受吗？就他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了，啊，你接受他吗？还？那我就不愿意接受。为啥呀？你会想着他以前对你的那个样子，然后现在他又那样对我，那我肯定不能接受啊。一会儿你问问3位女老师啊，看看他们他们的爱人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对他们这么好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叶老师来。刚才呢，你说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你是想改造他、改变他。姐姐劝你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大概率你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就问你，如果他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什么也不改变，你还要不要和他处？不要。不要？那你俩现在就可以分手了。但是我还是喜欢他。你知道很多的姐妹都说什么吗？说你要珍惜男生追你的那大概是几个月，他追你追了多久？半年吧。你要珍惜他追你的那半年的时间，这可能是这辈子他对你最好的一段时间。那我再问一句，你觉得他追你那半年那是真实的他，还是现在让你不满意的这个他是真实的他？我觉得都是他。不，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个更真实，因为他后来接下来的日子，他就会用那种真实的态度来对待你，你将享用那个真实的他。你觉得哪一个是更真实的他？应该是现在的。对啊，你记着，小女孩只在被追求的那半年，你是她的公主。剩下的时间你不是，他希望你做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如果你不能够包容他，你最好也别浪费自己的时间。这就是我的观点啊，不冷血。谢谢叶文老师。谢谢老师。沙大老师。与其改变，不如欣赏。就他刚才说到那个日出和日落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太阳。就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在场的几位老师，我相信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可能有的人觉得，就像你一样，那日出就是日出啊，那是太阳升起啊；那日落就是日落啊，那是太阳落下去啊。但他就觉得，反正都是这一个主体在升和降，有什么呀？所以这个观点，是他原生家庭，包括他成长背景，带给他的这种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你改变不了怎么办？那你就学会欣赏。欣赏什么？随性也是一种美啊。有的时候放轻松面对生活，不像你可能什么事都有计划，什么事都想找个灵魂伴侣吗？你觉得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吗？有时候是，有时候。他们说好深奥啊，没听懂。米娜老师，我没觉得这恋爱有多美好，我也没觉得你们爱上对方身上有什么闪光点。我总觉得爱情这东西吧，就是除了谈恋爱的时候很浪漫，感官各方面得到极大满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了解到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些可能会发光的地方，但你们没有啊。刚刚陆琪老师说男人只有那个什么3到6个月嘛，事实上女人也是啊。对呀，是个人都这样啊。谈恋爱这玩意儿嘛，就是谈到一定时候浓度都降解，降解了以后，我们要学会面对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一桩稳定的关系里头各自探索自己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因此变得更大更有趣了。但是你们也都没有开始探索外边的世界啊。你得到后明显不珍惜，你被得到了明显觉得自己掉价了，所以天天都需要来印证一下，你得到了还珍惜我吗？只要你嘴上说珍惜，行动上怎么伤害我都可以，我只需要你在嘴上不停地重复珍惜。而你也真的慢慢的被训练成了，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了，箱子我可以不推，我可以挑剔指责他各种坏毛病了，我可以抢他的帽子，破坏他的造型，因为只要我用一句我爱你啊，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的确不珍惜他了，你也的确不被人珍惜，但是这个跟你们的恋爱进行了多长时间我认为关系不大，而是因为你无趣。你认为一个女孩子最有趣的可能就是我黏着男朋友啊，我跟他玩，我要他的世界都是我。你那找的不是个男朋友，你那找的就是个玩伴，就是高中手拉手上厕所的女同桌。然后你的男朋友现在是一个职员了，你还要求他24小时跟你黏着，恨不得你去卫生间他都得在门口站着陪你聊天。
你哪里在要一个男朋友啊，姑娘？你只是在要陪伴，陪伴，陪伴。所以你们两个人看似在美好的学习着爱情，但是事实上这一些事情跟爱情都没有关系。不管你们用日出，还是用日落，还是用各种浪漫的美好的桥段来粉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但你们都只是笨拙的学习恋爱而已。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那么快乐，那就分了吧。如果两个人说我们可以试，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也是很开心的，但是慢慢的，就是伤心比开心变多了，然后我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跟你在一起了。希望你能更多的包容一下我吧，虽然我有时候脾气确实很差，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看到的不只是坏的那一方面，也有我和你在一起开心的那一方面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结局吧，叶老师。我觉得刚才这个女孩好像给男生下了个最后通牒。如果这样的话，她大概率她还是双出吧。那说明最后通牒，说明还有一次机会。哦，是这么推测的啊，莎娜老师。肯定双出呀，没玩够呢嘛。男出女不出。哟，不可能，他必须得出来，他必须得黏着他的玩伴儿，他还没找到新的寄托的方向。不是，他没找到新的小熊呢，是吧？来吧，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再一次的谢谢葵花胃康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